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时间过得很快哦，期待已久的直播3周年的感恩会啊，已经在上周六，也就是8月5日，在我们台中民权路的旧的慈济济世堂呢举办过了。我们很感恩主责的台中慈济志工团队，把活动办得尽善尽美，很有人文情境啊。身至其中啊，实在是人间一大乐事啊！尤其几位分享者很乐意的上台与众分享自己的心灵风光啊。其实这也是一种布施啊，布施自己的成长的喜悦啊，将喜悦呢与众分享，这也是一种法的布施啊。那天的现场啊，气氛温馨祥和啊，其实那就是一种人间净土啊。净土不是往生之后才有的，一心清净当下就是净土，叫做心净佛土净啊。正言上人说啊，有心得而不与人分享，这也是一种悭贪啊。连吝于分享自己的心得，也都是一种悭贪呢。有法喜或有心得啊，都不要据为己有啊。有缘分享的时候呢，就要勇敢的出来与人分享。毕竟呢，这种机会也不是常常有的啦。我们直播了3年多了，第一次啊，那下一次什么时候呢？这个就不知道了，要看因缘。有时候上台分享也不一定是分享法喜啊，而是自我忏悔啊，叫做绕愧求进步啊。漏气求进步也是一种权巧跟微妙哦。与其让别人说出来，不如自己先讲出来。我们先讲自己，那别人就不敢讲我们了。同理啊，我们先漏自己的气，别人就不会，别人没有兴趣漏我们的气啊。先漏先赢啊，所以这也是一种生活法哦。所以漏气呢，就是一种权巧。就是方便法，因为自我漏气而自我进步啊，这样子的进步的方法也是一种微妙啊，很有道理。好，我们来切入今晚的读书会的主题哈，叫做7月不是鬼月，再过3天呢就是农历7月喽。闽南、台湾一带呢，把农历7月称为鬼月啊。相传农历7月初1开始啊，鬼门开，一直开到7月30号，就鬼门关这样鬼门呢整整开了1个月啊，所以人们就把这个月叫做鬼月啊。那传说中呢，当鬼门开的时候呢，就是把恶鬼道的那些鬼呢全部都放出来啊。那再加上外面那些无人祭拜的孤魂野鬼啊。这段时间呢，到处都是鬼鬼月的高峰期是在7月15日的中元节这一天那民间会举办普渡啦，或者是举办这个盂兰盆盛会啦，以丰盛的菜肴来祭拜亡灵嘛，来超度孤魂野鬼。在这个月中呢，很多人也不婚嫁、不祝寿、不乔迁不办各种喜庆之事就担心呢，把孤魂野鬼呢引进门那这样的说法是一般民众对7月鬼月的认知其实鬼月鬼门鬼门要开或是关呢，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只要自己的心不贪，鬼门就自动关起来。相反的，贪念一起鬼门就开了。而如果不止起贪念还贪念一直增长那鬼门不但开而且开得好大你就会不知不觉的走进鬼门关了现在是五浊恶世的社会，贪名贪财啦、贪色啦、贪利啦等等如果天天这个贪心一直在增长那将来死后呢，一定是落入到恶鬼道鬼是贪心
贪心就会变成恶鬼。那有人会问哦，要如何脱离恶鬼道呢？如何才能把恶鬼道的鬼门关起来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呐，开鬼门的人跟关鬼门的人都是自己啦，不是别人啦。一个人啊，只要起贪念，就是贪心鬼，贪马上变成鬼，这个贪心鬼就出来了。相反的，不起贪念，就没有贪心鬼啦，都没有鬼了，这样哪里还有什么鬼门开跟鬼门关的问题呢？是吗？其实7月不是鬼月，无奈呢，大多数的人都不清楚它的由来。这种由祖宗流传下来的一个风俗习惯呢，透过很多人云亦云啦，以讹传讹啦，时间一久呢，就这么顺理成章变成充满谜样色彩，并充斥各种禁忌的月份变成这样子了。那其实依历史上的记载，鬼月有很多版本，时间隔这么久了，我们很难去考据说哪一种版本才是正确的啦。甚至有人说鬼月是捏造出来的，其实是没有鬼月，是捏造出来的啊。我们现在讲的鬼月呢，大多是佛教跟道教的版本。那佛教版本讲的这个盂兰盆盛会呢，跟道教版本讲的这个中元普渡是我们目前的依据啦。那这些法会的缘起跟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跟他的妈妈呢，母亲有关呢。目犍连的母亲在世的时候，他到底是犯了什么严重的罪业而堕入阿鼻地狱呢？因为他在生前呢，很不惜福，而糟蹋了很多的食物贪念很重爱发脾气然后心存恶念不修口业待人刻薄而且呢又毁谤三宝这个才严重所以往生后呢，需偿还他生前所造的那些罪业，而遭受折磨了。什么折磨就是下地狱之后不能吃不能喝浑身饿到只剩皮包骨那目犍连修到了神通之后呢，他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超度已经死去的父母的亡灵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那目犍连也知道，依母亲生前的种种造作母亲的亡灵不可能在天上了。目犍连自己很清楚于是呢，目犍连就运用天眼去观看8大地狱想找到母亲的亡灵首先呢，目犍连呢以神通来到了等活地狱看见这个地狱中的人们正在疯狂的互相残杀，血流满地，哀嚎遍野震耳欲聋那许多人在残杀中死去了，可是突然吹起一阵阴风凉风那些死去的人又活过来了。那活过来之后呢，再重新开始互相残杀就这样一直周而复始没完没了那目犍连看到这个景象十分感叹。然而他在这些人当中呢，也没有找到自己的母亲。于是呢，他就往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狱走去了现在来到了黑神地狱那在这个地狱里面呢，目犍连呢看见众人的很多的人呢，被黑黑的这个铁锁呢绕着这个脖子呢，而且越勒越紧那目犍连在这里也是没有找到他的母亲于是呢，他又去了一个地狱，叫做众河地狱在这里呢，他目睹了各种凶猛的野兽疯狂的撕咬这些罪人情况非常的悲惨。在这个地狱里面呢，还有许多目犍连呢，连叫都叫不出名的那个刑具那罪人们都在这种不同的刑具上面呢，一个接一个呢接受惩罚。但是其中呢，也是没有找到母亲然后目犍连又陆续到了
嚎叫地狱、大叫地狱、炎热地狱跟寒冰地狱啊！在这些地狱中呢，到处都是痛苦哀嚎的罪人啊！在这些罪人中呢，穆建连也是没有看到他母亲的身影。最后呢，来到了第8个地狱叫做阿鼻地狱那这个里面地狱里面的这个气氛呢，更是加倍的阴森恐怖因为这里已经是地下6万里深的地方了在这里的罪人呢，都是在人世间呢犯有十恶不赦跟什么？跟罪孽深重的人穆建连在阿鼻地狱里面呢，认真的寻找，终于在一群恶得像皮包骨一样的这个恶鬼中呢，找到了一个模样跟他母亲很相似的人那穆建连呢，仔细一看，果然是他的母亲头发又脏又长又乱，面黄肌瘦，整个人除了骨头之外呢，只剩下一张皮而已了。那穆建连呢，立即就往母亲这个地方奔走过去那他母亲看到穆建连之后呢，顿时泪流满面一面后悔当初在世的时候呢犯下的罪孽，一方面恳求穆建连呢赶快把他救出去。那穆建连看的时候呢，十分的伤心他非常可怜母亲于是他就施展神通，变了一碗美味的饭食呢，送到了母亲的眼前那穆建连才刚把这个盛有饭菜的这个碗放下去他的母亲就急着呢伸出那个好像木材一般的那个手枯柴般的手抓起一把饭呢就往嘴里送了。可是送到嘴边的时候那些食物呢突然间变成通红的火炭，烫着穆建连的母亲大叫一声赶快收回了手那奇怪的是这些木炭一掉在地上，又变成了食物。那穆建连的母亲又尝试了一次，结果手还是被烫得更厉害，他不敢再尝试了，只能眼睁睁看得到吃不到。那旁边的一群恶鬼呢，看到这些食物呢，受不了诱惑都纷纷的走过来，想要去取食结果每一个都被烫到收回了手，跟穆建连的母亲一样。那穆建连要送水给他的母亲喝，也是一样水一到母亲的嘴里呢，马上变成什么钢铁洪流水变成不是可以喝的水而是火红钢铁的水各位都看到影片里面，或者是我们看到电影里面那个炼钢厂里面就可以看到嘛，那叫活水很恐怖。那穆建连看到自己的母亲这样子的悲惨知道自己的神通抵不过母亲的业力只好呢离开这个阿鼻地狱回到金色后呢，就向佛陀求救，请求佛陀慈悲开示，要如何才能解救在恶鬼道的母亲。那佛陀就说了，你知道你的母亲在世的时候是造了什么罪业吗？穆建连就回答了，我知道，我的母亲在世时贪嗔痴恶念很重，身口意三业不修，待人很刻薄，又毁谤三宝那佛陀就接着说了，你的母亲罪业大过须弥山这个一定要仰仗很多人的心力跟福德才有办法救他。那穆建连就在问那我要如何汇聚那么多的有福德的人来救我的母亲呢？佛陀就说了，农历7月15号这一天僧众们经过3个月的结下安居很多人戒定慧具足，不但得道，而且证悟，福德非常的大。你要用最虔诚的心来共生，结合这么多人的心力来为你的母亲祈福，你母亲就可以离开恶鬼道了，脱离恶鬼道了。于是呢，在7月15日的节下之日穆建连以最虔诚的心呢，供养佛法僧三宝为母亲超度回向借着这些深重的这个功德力，
让地狱里的各种刑具呢当下平息下来啊。那许多恶鬼道的众生也因这一份的福德呢而解脱得救。那目犍连这种行孝流传在人间呢，后代的佛教徒呢也因此在每年的7月呢举行盂兰盆盛会嘛，来供养三宝，报父母恩。所以7月呢也是佛教的孝亲报恩月。那这样的法会呢，为什么会称为盂兰盆盛会呢？这个好好解释一下啊。盂兰盆就是解倒悬的意思啦，意思就是好像一个人呢被倒挂在那样子，被倒挂起来那样子痛苦啊，那要从那样的痛苦中把它解救出来啊，叫做解倒悬啊。解倒悬的解就是解救的意思啊，那倒悬呢就是倒挂倒掉的意思了。各位可以看看那些烤鸭店啊、烤鸡店啊，他们把烤熟的这个鸡鸭呢倒挂在这个玻璃橱窗里面，不是吗？腿朝上，头朝下，整个肢体呢这颠倒的吊着啊，那就是倒悬了，是形容众生像被倒挂倒掉一般的痛苦，把人倒吊起来也是很辛苦啊，表示很苦难的意思。那盂兰盆解呢，就是慈悲的佛菩萨希望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呢，仰仗着供养亲近十方深重的功德呢，来救度恶道众生出离苦海，利益一切在地狱或是游荡在无明世界的众生呢，也就是那孤魂野鬼啦，都能够让他们获得解脱啦。所以简单讲，解倒悬的意思就是把苦难的人解救出来啦。所以农历7月的盂兰盆节这一天呢，人们会进行盛大的中元普渡活动，因为传说啦，7月半这一天呢，地狱之门会打开，那阴间所有的鬼魂都会被释放出来，这些无主的孤魂跟孤魂野鬼呢就会到处游荡徘徊所以人们呢纷纷在7月呢举办中元普渡透过诵经拜忏各种法会呢来祈福普渡施食等等这些活动来为亲人呢祈求平安，祈求健康还会准备丰盛的祭品来祭拜亡灵跟一切有缘的众生包括那些孤魂野鬼嘛。这个就是中元普渡了因为人们相信在中元节这一天诵经礼佛啦，并且布施食物给这些孤魂野鬼啦，慈悲的佛菩萨呢就会帮助救度我们在地狱里的亲人，也会帮助游荡在无明世界中的那些有缘众生让他们都能一一获得解脱所以讲起来，道教的中元节呢跟佛教的盂兰盆节呢时间都是农历7月15日嘛，两者的性质其实是大同小异那这样子的习俗后来一发展到亚洲很多国家包括韩国啦、日本啦、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跟泰国等等有华人的国家都有这些活动虽然一般人呢把7月当作鬼月了，这样子的观念呢流传几世代，非常的根深蒂固。然而对正信的佛教徒来讲呢，7月不是阴森恐怖的鬼月而是吉祥月、功德月、孝亲月、欢喜月7月是佛陀时代佛弟子们结下安居的好日子，是吉祥欢喜的日子。那什么是结下安居有学佛的人大概都会知道这个故事的这个典故了我们解释一下，佛陀时代因为印度夏季雨期呢长达3个月是草木啦、虫类繁殖最繁盛的一个时期那佛陀担心弟子们外出的时候容易误伤到这些森林所以呢就严禁无故外出了不但禁止出家人呢外出，而且希望大家群聚一处在精舍里面群聚一处，精进共修。所以定农月的4月16日
到7月15日为安居期啦。圆满结束之后呢，就叫做结下安居，这就是结下安居的意思。那在这个3个月里面呢，大家精进修道啦，保持心不散乱啦，那这就是一种自修自度的关照功夫啦，是自我潜心的修行啦。这个时候大众人心清净，有人因此而证悟让佛陀非常的欢喜，大家道业都增长了嘛，所以又称为佛欢喜月。而在这段期间，信徒发心布施供养法师，让出家众能够专心修行，没有后顾之忧，这个是功德无量所以也叫做功德月那这中间还有刚刚讲的佛陀教导目犍连如何凝聚十方僧众的这个善能量这种正能量来举行普度，度化在恶鬼道的母亲这也是一片孝心所以也是孝亲月。我们现在举办盂兰盆节呢，就是希望在这样一个吉祥的日子里愿我们已去世的亲人都能够得到佛菩萨的加持跟护佑往生东方琉璃净土或者西方极乐世界并且用忏悔、感恩、赞美的心呢，将功德回向给父母跟这些往生的祖先祈求佛菩萨的接引这样讲起来呢，这个月份并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鬼月而是刚刚讲的孝亲月、吉祥月、欢喜月嘛。那有了这样子正信的观念呢，才会让我们心正邪不侵，也才不会让我们呢带着恐惧的心态总感觉七月的时候呢，处处是黑影幢幢其实是疑心生暗鬼我们如果不会这样子心生畏惧才是正道而是心存善念跟正念安住于当下不是说这样子这样疑心生暗鬼的很畏惧，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自己心存善念并安住于当下这才是盂兰盆节带给我们孝亲报恩跟积福行善修善的真正的内在意义那刚刚提到7月也是孝亲月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如果能够借这个农历7月的佛欢喜日来做功德，并思念生养我们的父母跟祖先愿他们得到佛菩萨的加持接引这样我们的心就能够得到安稳如果我们往生的亲人不要说在死后在阴间的地狱里即使在人间的监狱里受苦我们的家属的心呢都会有所牵挂也会很难安是吗？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会更清楚，如果我们的孩子远在国外那他们的生活过得很不如意，我们做父母的心也会很难安稳多少都会牵挂嘛，不是吗？那这个还是指在世间的亲人更何况是生养我们的父母呢？往生之后投胎到那个受苦的地狱里面那是更苦那这对我们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影响相信大家都会感同身受。你想想看，我的爸爸妈妈现在投胎在三恶道里面，那一种受苦受难的情形，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目犍连的妈妈一样，我们可以感同身受。所以农历7月的普度，我们如果以这样正信的观念来祭祖，那是一种对祖先表达怀念感恩跟尽孝道的方式当祖先跟亲人得到佛光加持而往生极乐就像目犍连为他母亲所做的盂兰盆盛会一样嘛让亲人因此脱离恶鬼道，一定也是会为后代子孙带来庇荫跟光明嘛，获得平安吉祥所以7月也是孝亲月，道理在此。然而过去民间信仰的风俗习惯延伸到现在，造成现在民间举办普度
不但祭拜祖先，还要拜好兄弟好兄弟就是鬼啊！台湾话说拜好兄弟所以不是拜好兄弟，我们要来结好兄弟，跟所有的人结善缘都结好兄弟，而不是拜好兄弟的那兄弟就是鬼啊，那拜好兄弟就是拜鬼啊，哪有人去拜鬼的道理呢？这种不正确的观念要调整过来，否则就变成是迷信。普渡不只是杀鸡、杀鸭啦、杀猪来扑我们的肚子是以普遍的爱心来度化众生真正的超度不是大烧纸钱，也不是花大笔钱呢，用纸去做别墅啦、汽车啦、电脑啦也有啦，然后再把它烧掉。那些亡灵都不知投胎到哪一道了他们收得到吗？你不如把这些钱拿来帮助人这比较实际那时代在进步我们的观念也是要与时俱进其实现在一些香火鼎盛的那个寺庙过去是以杀生的祭品来祭拜的现在也不杀生祭拜了有在拜，但是没有杀生也不提倡呢烧金纸，也尽量呢不烧香。那烧金纸跟烧香都会造成什么空气污染嘛，而且是用木头做的不环保那现在大家都在推动净零减碳嘛，要烧的话烧一支香就好，那再持续做得更彻底，用虔诚的心香就可以环保又不制造环境污染这样才是与时代一起进步其实祭拜有没有恭敬虔诚是看祭拜者的心不是看手拿那支香也不是看烧多少支香不是这样子的心诚则灵，不是吗？同理人往生了，花钱请人来超度的都没什么效，不拿钱来超度的才有效。那生前无恶不作，死后怎么超度也是入三恶道，没有什么用。口念弥陀心散乱念破喉咙也枉然叫做嗔名不细念。嘴巴念佛，但心中没有佛，这样念破喉咙也不起作用，念也是白念同理嘴巴吃素，但心不慈悲，讲话口气很重，讲的都是言不及义都不是雅言正语这样口素心不素，也是一种颠倒。这个也是要跌倒悬，因为你颠倒了，颠倒就把它跌倒悬所以没有正信的人生观，而想要过清安自在的日子，或想要了生脱死呢，都比较困难一点农历7月很少人会去看房子买房子嘛，现在一般人都是这样，不是吗？很少人会买汽车很少人会办结婚喜庆因为自古以来的这种禁忌很深其实我现在住的公寓整栋是14楼，当初买的时候只剩下2间，一间样品屋，一间13楼。那13楼没人要我就买13楼而且价钱又便宜一点，住起来蛮舒服的因为屋宽不如心宽嘛。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买的房子也是13楼，公寓是13楼一点都不忌讳但是这个要有正信正念做后盾同理我们要普渡，要祈求平安也不是靠杀生祭拜而是要以刚刚讲的以普遍的爱心度化众生嘛。你为了自己的平安而杀生祭拜，那些被你宰杀的动物冤魂都会很不安你安他不安他为什么不安？因为充满怨恨跟仇恨，他们的冤魂随时在找机会要报复杀他的人所以才会造成死伤累累的新冠疫情，就是这样引起的嘛。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在讲说非术不可，减少杀业的意思，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普渡不是大肆宰杀牲畜来普自己的肚子迷信的观念要把它革除
正信的观念要把它建立起来啊，这样才是真正的除旧布新啊。刚刚前面我们有解释什么是结导弦，相信大家听了都能明白它的意思嘛。现在我们要以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什么是结导弦，这才是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所要谈的重点中的重点呐。我们想要结导弦呐，那这个导弦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我们颠倒的支线来的，也就是颠倒的支箭就是导弦呐。如果没有颠倒的支箭，在形体上就不会受到颠倒的痛苦。所以我们的支箭是否正确呢？这个非常重要的，要佛知佛见，正知正见，但千万不要我知我见，定知定见，妄知妄见，甚至邪知邪见，这个更不好。我们的想法、看法、思想会衍生出我们的行为嘛？那行为就是一种造作啊。那造作中又来起祸，造业受报，循环不已啊。刚刚讲的这个起祸就是什么？你对真理不明白了，对真理有疑惑，有疑惑就不信了啊。心里不信，嘴巴就会跟着说出谤法的那个谤佛谤法的话出来，啊，就跟穆建连的母亲一样了，造业了，造口业了啦。那业是一种行为啊，不只是口业啊，身口意都是有业啊。不是讲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吗？就是这个意思啊。好，那造业之后就等着什么？受报啊！像穆建连的母亲啊，入恶鬼道受报一样啊。从起祸、造业，再到受报，循环不停，没有出期啊，就变成苦难的众生了。所以，如何培养我们的正知正见，这是非常重要的。穆建连的母亲为什么她会击毁三宝呢？因为她不了解真理呀，她也不信因果啊，造成邪知邪见而击毁三宝，因此才会造成堕入恶鬼道的严重后果嘛。什么教都可以不信，但必须深信因果；什么教也都可以信，但绝对不能信比较跟计较了啊！这两种教不能够信啊。那穆建连的母亲呢，不懂得真理啊，所以不相信我们人都有清净的本性，不信有佛、有法、有僧，也不相信自己有自信三宝。我们身上的精气神啊，精体形啊，台湾话讲的也是我们的自信三宝哎。这个自信三宝圆满了，也就是自觉觉他觉醒圆满了，佛道才能够成啊。所以刚刚讲那个精气神对我们人很重要的。佛跟我们一样，本来是凡夫啊，可是他修行圆满了，所以成佛啦。那我们也要相信啊，我们也有成佛的本能啊。佛陀示现出家正果成道，这个就是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啊，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子啊，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啊，要有信心啊。那穆建连的母亲因为不相信这些啊，就怎么样，就诋毁三宝啦，也可以说不相信自己会成佛啦，所以就有种种错误的行为产生啊，这个就是知见颠倒在先呐，所以就下了地狱常进倒悬呐。所以知见颠倒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嘛，太平常了，每个人都有知见颠倒的时候啊，想法颠倒的时候啊。然而这个最恶化下去，到最后也可能会堕入地狱哦。这样子的一个典故呢，实在是让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啊，也是在为我们说法，更是一大警惕啊。盂兰盆节的这个法会里面呢，人人都是在祈求为我们过去的父母祖先呐，或现在的父母啊祖先啊结导悬嘛，或为孤魂野鬼结导悬嘛。其实真正需要结导悬的是谁啊？是我们自己啊，我们也要结导悬呐。
要做人间活菩萨，不能菩萨自己先落难啊，这样自身都难保了，怎么去保护苦难众生呢？所以有时候苦难的众生不只是灾民跟难民或善恶道的众生而是我们自己那结导行就要从我们自己的心地开始做起，先要有一个正确的知见，然后从正确的知见中呢，发出正确的行为。知见正确的人，心中就不会有鬼啦。心中有鬼，就会看人人都是鬼。心中有鬼的人，每天都是鬼门开啦。其实鬼也有善鬼跟恶鬼也没什么好怕的鬼只是死去的人，人是还没有死的鬼所以死鬼不可怕，活鬼才可怕。活鬼为什么很可怕？因为活鬼的头脑是邪里邪气的嘛。我们一般人不是称那些邪知邪见的人叫做什么鬼头鬼脑这里讲鬼头鬼脑对不对？又是这个意思因此没有正知正见，这也会让人落入地狱当恶鬼听起来这是十分令人警惕耶，对不对？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7月不是鬼月，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